楚昭月，终于轮到我当皇后。这就是恶毒女配啊，长得还可以，可惜不做人，挡了我们大女主上位的，活该被乱刀砍死。这些怪异的字已经出现1个月了，说我只是个下场凄惨、为人做嫁衣的恶毒配角。可我贵为皇后，父亲兄弟皆是功臣忠臣，怎么会落得那样的结局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上和林夫人一起来了。难道那个所谓的女主就是林月琴？皇后，你在啊？朕正要找你。这是月琴，朕儿时在冷宫，多亏了月琴照顾。如今她寡居一人，生活贫苦，该是朕回报的时候了。朕有意接她入宫，封她为妃。皇后娘娘，奴婢不求高位，只求做一介宫女，永远留在皇上身边。月琴，你不必如此伏低做小啊。昭月她乃是后宫之主，自是大度，不会委屈了你的。来了，月琴来了，这毒后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激动我们月琴受宠，不仅没有同意封妃，反而将她赶出宫外。还好月琴聪明，利用皇上的愧疚，怀着孩子回宫上位。皇上，毒后拒绝啊，让皇上厌弃你，对我们月琴更加愧疚。皇上，林夫人是皇上的恩人，理应大封，但离父入宫始终不合宫规，若是大肆宣扬，反而不好。依臣妾看，不如就封林夫人为贵人，日常待遇同妃位，如何？什么？这是贵人？也好，还是皇后想的周全，那就照这么定了，按你说的去做。且不管梦境是真是假，既然送上门了，哪有轰走的道理？留在眼皮子底下，我倒要看看一个寡妇能翻出什么花来。毒妇竟然让月琴留下了，跟人打什么主意？管他呢，反正月琴偷偷在宫里安插人手，太子马上就要被下毒喽。娘娘，太子那边出事了。皇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母后，孩儿没事儿，只是有些昏沉。毒后这反应，难不成他发现月琴安插的人在香炉山卖性毒药了？不可能吧！而且那下毒人是出宫采买时对月琴钟情的，表面上和月琴毫无关联，后怎么可能知道？采买，虽然思想扭曲，但这些人的议论还真是帮了本宫大忙。皇后娘娘，这香里有毒。这香里的毒，直接服用则会使人立即毙命；掺入少量在香炉中，则会使吸入者精神萎靡，日渐体虚，最终困乏而死。什么？皇儿常在御前行走，若因此出错，太子因食物不洁导致身体抱恙，所有宫人罚入刑者库。是。哦。去。本宫不想让皇上烦忧，太医应当知道如何忌诊怒。是，太子殿下无故晕厥，臣无能查不出具体病因，只能先以汤药调理。看来梦中所经历的都是真的。月琴，不该触碰一个母亲的底线。月琴，你我才是共患难苦的，皇后她只是朕做皇子时不得不拉拢的倚仗而已。皇上，皇后，何事让你如此着急？太子今日无故晕厥，太医查不出原因，只好找青天剑查看。没想到，启禀皇上，臣观星象，昨日开始便有地劫星冲袭太微垣之象，这恐怕……什么意思啊？皇上，那臣妾便有话直说，此事
定与林氏入宫有关。怎么可能？皇上，臣妾早先便说过，离妇入宫是不合礼法的。但想着皇上报恩心切，臣妾便想将此事应了下来。可如今看来，果然祖先不允。这次是太子突然昏厥，可倘若有一天伤害到皇上龙体的话，那该……可有破解之法？若想要两全其美，需要林夫人行净身之礼，再入佛堂诵经7日，告慰祖先。皇上，这又不是数九寒天，哪儿去找冰壶啊？林贵人莫怕，只需将碎前所动的冰块取出，沐浴身心即可。月琴，是后面去。来人，开冰库。林夫人，冰备好了，请净身。恶毒皇后，你就作吧！等我们月琴绝地反击，有利于你。大猪蹄子，你倒是救媳妇儿啊！小时候在冷宫，人家就因为给你送吃的受罚，如今你当上皇上，怎么还敢让他受委屈啊？林月琴一介平民，如何进得了宫，还接近得了冷宫皇子？看来本宫有必要好好调查一番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体内的淤毒已清。李太医费心了。哎呦呵，谢皇后娘娘。不愧是恶毒皇后，太有心机了。可怜我们月琴还要跟他斗好久。没关系，所爱男女主在一起，早晚会死的。话说这个时候，小贱人应该因为冲撞月琴挨打了吧？不好了，娘娘，安乐公主在御花园被人打了。这是何意？皇上，都是嫔妾的错。公主有点脾气，看不惯嫔妾，打骂几句，嫔妾是能容忍的。都怪这小荣，她看不过去，非得顶嘴。您也别怪他们，是嫔妾碍了公主的眼了。起来吧。安乐这个孩子一向乖巧，跟谁学的这般跋扈？我没有，是他们欺负我。安乐。月琴温柔贤淑，跟宫里那些爱挑事的嫔妃不一样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，故意找月琴不痛快啊？皇上，事情尚未查清，便要定安乐公主的罪吗？皇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原来安乐这一世压人的毛病是跟你学的呀！皇上，你不要忘记，这里是等级森严的皇宫。有人说公主仗势欺人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倒是她不守宫规，死100次也不足惜。皇上，皇后，你要知道，月琴刚刚入宫，不懂宫规那是情有可原。你作为皇后，宽厚大气，教导一下又如何？你怎么能这么教导安乐呢？教导？好，那我今日便以皇后的身份行礼法，正宫规。皇帝现在正对林月琴请示，既然动不了她，断她一臂，杀杀锐气也好。他不尊重公主，杖责100。不要！皇后啊，你来得晚，恐怕没有看清，是朕亲眼看见，是他施虐了安乐。皇上明鉴，还敢狡辩，立刻行刑！来人，拉下去！不是的。好了，此事不要再说了。你是公主，应该要宽厚大气啊，不能被你的母后骄纵坏了。亲生女儿挨打，你却无脑包庇那个心机深沉的女人，连她亡夫的妹妹都如此袒护，却独忘了为人夫的责任。今日幸好是皇上看到了过程，不然臣妾便要冤枉了人。血灵，你带安乐回去，赵太医好好教教。是。林贵人既然不懂宫规，那这次不如便一起践行吧，也好学习一下。这个好为小人物而已，屁也别死，
传福吗？小人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也有了功名，是我里面所做。苍天有眼，让我看清这世间真相。有机会逆天的人，我一定叫人看看。皮肤上的汗水，配角亦可擎天。皇上，好了，别打了。哎，林贵人，嫂嫂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是你叫我去打那个丫头的，谁知道她是公主。我这是在好好提醒你，而且在别人面前不要再叫我嫂嫂。你非要告诉别人我是个寡妇。我错了。去找张若涵，告诉他，皇后的药是时候下了。可是我已经好几天没见过张总管了。翠玉，这几日可有见张总管？东宫的张总管，太子前几日饮食出了问题，所有的宫人都被罚去新者库，远离东宫了。什么？林贵人那个贱人不会发现我们给太子下毒了吧？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出现的寡妇，竟也敢伤安乐。父皇作为一国之君，怎能容忍这等大逆不道之人在身边？我要去同他论一个公道。皇儿慎言，虽说是恩仇必报，但我们也不能急于一时，要观全局，谋深远，先丰满自己的羽翼，再徐徐图之。母后，孩儿知道了。月琴刚刚正身礼成，好不容易要举行封赏仪式，这个恶女不会又要搞事儿吧？那必然呢！我们善良的女主啊，在仪式上就要被恶毒女配下毒了。下毒，我便如你们所愿。有女林氏秉得公和，父尊书会，纳入后宫，册为贵人，赐居柳苑宫。钦此敬茶。皇上，皇后，起来吧。此药名为甲凤真黄，只有冷汗、腹痛、经脉紊乱之象，实际上对身体没有害，而且把脉也查不出来。姚振东，必须赶紧向皇后讨要些饮食，否则这中毒就嫁祸不了她了。皇后娘娘，嫔妾今早早起，还未进水米，不知能否向您讨杯茶水？早说呢，原来是妹妹饿了。旭灵，去把那盏铜壶牛乳拿过来。是。月琴，皇后娘娘，你竟然下毒！月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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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，你竟然如此恶毒！月琴有事真拿你试问。赵太医，贵人，你的命好苦啊！辛苦颠沛多年，终于找到相爱之人，却又遭人嫉恨，多希望我能替你受苦啊！楚昭月，朕以前真的不知道你是如此善妒，你都是皇后了，连一个月琴都容不下吗？请皇上明察，臣妾也不知林贵人为何突然倒地。吓死你！下毒还不敢认，真是该死！姬等姐姐，回禀皇上，林贵人她确实是中了寒天毒。什么？寒天毒？不对啊，不应该查出寒天毒。难道皇后真的给我下了毒？楚昭月，皇上刚起来啊，打死这个恶毒的皇后，给你的天命女主出切呀！你生育之后无法侍妾，朕都容忍你，保你皇后之位，你有什么不满的？你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敢对月琴动手？
把解药拿出来，别忘了，你父亲在边关还有多留。皇上，你我夫妻10余年，我主赵月何时用过这种下作的手段？启禀皇上，汉天炉解药配置并不难，只是什么指示？赶紧去给爱妃配置解药。是。皇上，爱妃别怕，这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味儿啊？皇上，这便是解药，因为用了牛通做药引。牛通，大胆！堂堂一个太医，难道没有一个体面的解毒之法吗？皇上，人家不想喝牛粪。只要有天山雪莲，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可是国药库中只有1株天山雪莲，前岁您一下只赐给了皇后娘娘金普身子。皇后，那天山雪莲可还在？不在啊。什么？少爷刚刚炖了。皇上莫不是觉得这天山雪莲送早了？若是上月刚刚服用，倒还有转还的余地。怎么讲？回皇上，用1年之内服用过天山雪莲之人的心头血作为药引，服用效果也。吴后，你反喽！老老实实给我们月琴放点入药吧。臣妾。皇后，你残害嫔妃，本该要废除。若是你愿意出一点血，朕允许你继续享受皇后之尊。皇上，此事尚未查清，这么急着要定臣妾的罪，既然如此，臣妾无话可讲。爱妃，皇后，你竟敢陷害嫔妃，那就不要怪朕了。朕再问你一遍，这个血你是取还是不取？不是，臣妾不愿。你若想救林月琴，那便取不得臣妾的血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臣妾从未吃过天山雪。什么？不知皇上可还记得，上月15你来长春宫喝的那碗汤，那便是天山雪莲熬制。现如今，只有皇上的心头血，才能救你的林贵人。皇上，嫔妾知道，嫔妾的性命与您的龙体比起来毫不值钱，只是想陪在您的身边。太医，不可！皇上身体要紧，王公公在，去把刚刚那解药端回。是。吴后居然阻止皇上救月琴，不让月琴喝牛粪，好歹！可是皇上居然有反驳，亲命之君居然被皇后打脸，这对吗？吴后真的是我病人，只能暂时忍让。等秋后算账，有真的送你好受。这些人真是和林月琴一样性质。厉风行本就是这般自私之人，只不过以往都是本宫和父亲在替他做坏人，他只会躲在我们身后，坐享明君之义带来的吹捧。当年皇上和藩邦议和，还假借为我治华服的名义，压榨民力，赶制解药。皇上，今年桑蚕遭受天灾，江南制造局已然拿不出数量如此之大的锦缎了。哼，这办法都是人想的。我大宁资丰物足，若是今年祭天，皇后连华服都没有，朕的面子往哪儿放？可皇后的华服怎用得着上万匹的花锦呀？皇后娘娘，您来的正好。今年够了，前朝之事，跟皇后说什么？滚！娘娘，将军的家信来了。昭儿亲戚，皇上命我下月携万匹华锦出使议和，并无危险，不必挂碍。明明我父亲有能力打下藩族，他却忌惮父亲功高盖主，始终不许发兵，连国家尊严都能往后放的君主，怎会为了一介女命放自己的心？哎呀，这个，娘娘，趁热喝喽。够了。
皇上，娘娘时间不多了。皇后，这一之计，皇命要紧。月琴，楚昭远，今日之辱，来世我必百倍奉还。太医，皇上，林贵人的毒解了，只需休息调理月余，便可如初。臣这就去开方子。那便好，快去。是。皇上，臣妾回去。以后的日子，我只怕是生不如死啊！说的可怜，有本事刚才别喝那药啊！来人，皇后擅妒，陷害嫔妃，拿下！放肆！事无定论，谁敢动本宫？证据都摆在这儿，你还狡辩？那敢问皇上，毒是从何而来？妾身今早水米未进，倒是到皇后娘娘那儿讨了杯水喝。我早上赏米，是皇上亲赐，难不成是皇上想要毒杀臣妾？毒后做事也太周密了，肯定是舍正言法刀罪。怎么可能？这是进贡之物，你不念朕的好就罢了，还怀疑朕？奴婢愿为娘娘证明清白。不管如何，月琴就在你的宫里面被害了，你必须给我说法。皇上，娘娘，半月前，奴婢曾看到张若海公公到长春宫的库房来过。张若海，把他带过来。是。你们两个把张若海带过来。见过皇上，见过皇后娘娘，见过林贵人。张公公，本宫问你，你去新者库之前有没有去过长春宫库房？奴才去过。能承认就好。说，你为什么要来本宫殿中行不轨之事？完了，给太子下毒的事儿还是瞒不住了。皇后娘娘，奴才只是按日子去库房为太子殿下拿熏香罢了，万万不敢做出下毒的勾当呀。张公公，本宫和皇上今日召你前来，可从未提过下毒之事。臣在路上未曾泄露。大胆张若海，还不认罪！哎呦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奴才也只是听说。满口胡言！本宫今早中毒，你从何听说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下毒的人就是你。什么？不是太子中毒的事儿？张公公，我与你仅有几面之缘，你为何要假借皇后之手置我于死地？贵人，我对您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狗奴才！我早就看出你眼神不对，你是不是早对我家贵人心怀不轨？皇上，您要为嫔妾做主啊！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、狗胆包天的奴才拉出去砍了！是。皇上饶命，娘娘饶命，奴才冤枉啊！奴才是受人指使啊！启禀皇上，行刑已毕。张若海死了，他可是陪在月琴身边，看着他登上凤位的痴情府主啊！怎么可能因为爱而不得，就对月琴下毒？还这么死！牛乳若是开封会变质，所以我们只能从杯子上动手。既然你喜欢吃药，那便多喝2碗牛汤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这出戏啊，就到此为止吧。人也累了，你们呀，都回去歇歇吧。恭送皇上。起驾。
贱人，竟敢杀我！还给我喝牛粪！干嘛？你也嫌弃我喝了那东西啊？没有，我怎么敢呢？我是在想，皇上说皇后不能侍寝，是怎么回事呀？哼，说起来也是他活该。安乐那小崽子出生那年，皇后她爹出使番族，在路上遇到了意外，差点死了。他动了胎气，孩子生出来丢了半条命，从此就无法侍寝。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吗？自然不是，这乃宫中秘辛，自然是要保密的。今天啊，皇上也是气急了，才会口不择言说出这样的话。哎，小柔，我发现有些时候你挺聪明的。既然皇后连侍寝都不能，不如早日上弦给我们林贵人。好大的胆子！皇后岂是你等敢在背后议论的？说，从哪儿听来的？不说是吧？继续打。哟，姐姐，好大的火气呀！见过庄贵妃。姐姐，这皇后的事儿的确见不得光，却也是皇上亲口说出来的。这如今后宫谁人不知，何必对着这两个丫鬟发这么大的火呢？唉，我光顾着打他们，倒是把你给忘。什么？庄妃和林贵人打起来了？是啊，听说是林贵人纵容下人传您的坏话，庄妃娘娘气不过就先动手了，如今连皇上都惊动了，都在正殿等着呢。臣妾就是替皇后娘娘鸣不平，怎么了？他们一家的同龙之功暂且不提，且说这后宫一年到头有多少糟心事，都是皇后娘娘在安抚主持，她所事缠身，却把太子跟公主殿下教育得如此德行兼备，如此贤良淑德，却被人背后嚼舌根。臣妾就是想替皇后娘娘出口恶气，怎么了？平时这些破烂事没见皇上您管过一件，今日起个巴掌就把您从御书房给请过来了，还真是难得。多后的小迷妹上线喽！这个庄妃战斗力可不一般呢，可惜跟错了人，早晚也要嗝屁。皇上，庄妃姐姐不喜欢嫔妾，嫔妾知道，也认了。她明知道您在这儿，还非要追过来，当着您的面。若此事被外人知道了，是不是告诉别人皇上您在宫中毫无尊严呢？好了，庄妃，你真以为你们家族世代皇商，朕就不敢动你吗？你信不信？皇上且慢，皇上且慢。臣妾方才听说皇上要处置庄妃妹妹，不知您打算怎么处置？打入冷宫罢了。皇上说笑了，我大宁组织，唯有酿出人命祸事或忤逆皇后或皇上，才会被打入冷宫。皇上切莫因为一时愤慨而惹先祖不悦。我怀疑毒后在咒乐清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不确定，来看看。皇后娘娘，难道你想让皇上收回金口玉言吗？哪里的话，方才庄妃妹妹也说了，本宫治理后宫多年，从未出过差错。若是皇上一插手便有差错的话，那叫史官如何记载呀？那皇后觉得应当如何呀？依臣妾所看，双方均有动手，按理说都应该罚半年月刑。凭什么？嫔妾才是受害者，凭什么要罚我的？如果情节严重的话，双方都要各降位分。什么？嫔妾才是受害者，凭什么要降我的？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庄妃妹妹为何不打别人呢？皇上，唉，降位分就降位分，大不了我再花3年再爬上来。就是可惜了林妹妹，这才刚当上贵人没几天，就要变成炒饭。
没必要吧？朕看这事没那么严重，何必要降位分呢？是，不严重。庄姐姐打得我一点都不疼，她跟我闹着玩呢。那既是闹着玩的话，庄妃妹妹也不必跪。行了，坐下吧。哎，朕记得皇后不爱吃人血。走了。那木箱是国丈特意交代送给皇后的礼物。娘娘，是您最爱吃的果脯。朕记得登基之前，国丈与皇后便是以果脯为信，传递信息。这是什么意思来着？一切顺利。臣妾儿时的一些口味被父亲记挂罢了。若是陛下不喜欢，旭灵去把这些果脯拿出去给下人分了。若是没有人吃，全部喂猫。是。起驾！如今边疆安定，不知皇后与国丈还有什么信息需要如此传递？因为一箱果脯，竟在我的丈夫、2个孩子的父亲心中种下如此深怀疑的种子，我们之间的信任就这么脆弱吗？皇上息怒，不如去嫔妾的宫中喝喝茶，消消火。起驾！母后，您看，孩儿的文章近日被先生夸奖了。皇儿真棒！我们作为储君，往后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，继续保持。等你再多学习，母后便帮你登上皇位，成为一国明君，一改大宁的衰颓之名。哇，仅足1个月，憋死老娘了！哎，见过皇后娘娘。庄妃妹妹来了。知晓庄妃对我的心意后，对着这张脸，还真是怎么看怎么喜欢。娘娘，这桃花节不是新秀女进宫的日子吗？怎么没见着新人？呵呵，月琴都进宫了，男主怎么可能再纳新人啊？就是，那词怎么说来着？我是天下的皇上，却只是你一人的逆风行。神仙爱情，好磕好磕。我们先入座吧。什么？选秀宴会变成赏花会？那准备了1整年的秀女可怎么办？眼看着寒窗10几载要恩科，突然科举取消了。5品以上家族的姑娘都可来参加宴会，看看有没有适龄的男子进行婚配，其余的送回原处。什么？他自己不娶，还要给人家相亲？那人家能乐意吗？当然不能乐意啊！怎有那不知死活的秀女妄想给皇帝下药，把生米煮成熟饭喽？又下药，是时候管控一下后宫滥用药物的问题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都是助攻罢了。那春药还不是误打误撞被皇上和月琴享用了？想想就刺激。哎呀，好磕！哼，确实刺激。这种好事，本宫怎么能不成全呢？好。林贵人琴艺卓然，气势动听，秀春愿意献舞一曲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丙晚舞啊，还真是别有一番趣味。是啊，灵动又不失俏皮，怪有趣的。没事儿吧？人家月琴献艺，你可是又唱又跳的。别挣扎了，你那春药用不上喽。你们2人配合的默契，皆有赏赐。来人，
皇上，嫔妾愿意代劳。嗯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臣女不是有意的，臣女只是被皇上刚才扎了一下。嫔妾不是故意的。来了来了，手绢里藏春药的心机秀女上线喽！感谢敌军送来的助攻神药。臣女来问皇上皇上的龙体也是你能冒犯的吗？好了，今日这么好的日子，不要因为这些小事扫了兴致，各自落座吧。哼，你倒是会做好人。话说，从妾入宫以来，还从未见过皇后娘娘有何才艺，不如今儿大伙都在，您给大家开个眼福。月琴聪明啊，武将养出来的大小姐肯定什么都会，就该杀杀她的锐气。林贵人还真是恃宠而骄啊，连皇后娘娘都敢指使。庄姐姐，你此话怎讲？今儿本来就是皇上说的，君臣同乐，难不成皇后娘娘还拿瞧不成？皇后，你也说了，今日是个大好日子，你也别扫大家的兴了。好啊，不过我这才艺需要有一人配合，不如就林贵人吧。皇后娘娘，您不会让臣妾受伤的吧？皇后，你要做什么？既然是展示才艺，那自然得有些花样了。以前有这段吗？我怎么感觉剧情走歪了？作者怎么突然给读物加这么多戏？再瞎搞我真的会弃文。林贵人可千万别躲啊，不然这箭头偏了伤到你，皇上会心痛的。不能躲，他一定不敢真的上我，躲了就输了，以后更难压得一头。林贵人躲什么呀？不是你想看皇后娘娘施展才艺的吗？是啊，难不成林贵人觉得我这才艺还配不上你来屈尊帮忙？怎么会？不是罪。好，红红火火入瓮来，皇后娘娘今年一定心想事成。那怎么感觉毒后还有点小帅？是我不对劲了？因为我也有点不对劲，严重怀疑作者要换女主。不愧是楚大将军之女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哼，笑吧，没有皇上的宠爱，笑出花来又有什么用？哼，那手帕。皇上，臣妾都快吓死了。不如臣妾陪您下去歇息，可好？也好。起驾！皇后娘娘，你看那林贵人未免也太嚣张了，居然敢在你面前勾搭皇上。皇上乃一国之君，君主的心思我们不懂。算你有点眼力劲儿。注意注意，前方高能，马上迎来月琴和皇上的花样酱酱酿酿了。皇上，雪莲，他怎么往我的住处去？皇后终于要留下把柄了。皇上，臣妾还有点要事，您先等等臣妾，臣妾去去就来。你怎么在这？我看到旭灵的丫头鬼鬼祟祟的，我就跟上去看了一眼，没想到只是在咱们宫前绕了一圈。不好，他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走，哪有什么调虎离山？我看是皇上等不及了。那丫头在门口守着，不叫不许进。是。
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我这嫂子命还真好。姑娘，你就别再挣扎了，夏国也是吃了药来的，保管让你满意。哎呀！你个贱人！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哎，好多了。庄妃，你的手艺还是那么的好，这酒汤熬的如此顺口。皇上过奖了。皇上还真是被那个小蹄子给迷糊涂了，中了药还以为是喝多了。什么声音？里面是谁？什么声音？我靠！这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这是发生什么？小荣，你怎么？不对劲儿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儿，剧情魔改的，我想报警。高能预警的出来，这对吗？不是说男女主的激情戏吗？小荣，谁欺负了你？告诉本宫，本宫替你撑腰。有一说一，这毒后好像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吧？我看你们一个个都疯了，他给人下药，在上门捉奸，这还不算伤天害理？可笑！这些人明明知道我会被他害死，却还是选择无视，甚至指责我的自保是在加害无辜。求皇上替我做主，这大人将我错认成了林贵人，于刑不轨。这侍卫是常在长春宫行走的，不错。难道？没错，他本来想害的是林贵人。你在这发什么癔症？居然敢诬陷皇后娘娘！没错的，他刚刚写书的时候明明就说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嫉妒我，嫉妒林贵人的。没错，你心思歹毒，在皇上眼前是你活该。你为什么要害林贵人？既然是主角，这一劫被你躲过并不稀奇，但没想到你竟是拿小姑子挡灾，极尽利诱，如此心狠手辣，也配当主角。既然你想一条路走到黑，那就别怪本宫不客气。贵人，你帮我说说话，你救救我！皇上，皇后对臣妾的手下下手，也未免太狠了点。那你可知我为何要这样做？一个下人竟敢诬陷皇后，揣测圣心，以下犯上。这每一条罪加起来，你可知会？我没有。林贵人才刚刚进宫，还不太熟悉我，那本宫今日便好好教教你，这每一条都得而诛。来人，把这2个胆大包天的狗奴才给我拖出去，当庭杖毙。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嫂子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嫂子！嫂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嫂子，你叫错人了。什么？我本是皇上的女人，您的贵人，你一个狗奴才也敢乱攀关，胡言乱语，放出去！你害我！皇上，臣妾听闻楚将军从边境带了异兽回来，咱们去瞧瞧吧。皇上，臣妾也陪您一起去，可好？
怎么回事？月琴差点被人玷污，男主你不罚毒后为他出头就算了，怎么能跟别的女人走了？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别傻了，他是皇上，他在乎的只有权力和掌控。你还真以为他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弃皇室的尊严吗？起鸡皮疙瘩了！我怎么感觉毒后这台词是对我说的？皇上别太荒谬啊，不过是反派的冠冕堂皇发言而已，你少自己吓自己。让你赢了一次，你很得意吧？还好，按照我原本的计划，刚才被拖出去杖毙的是你。演都不演了吗？有点刺激啊！凭什么？你不就出身比我好点，仗着父亲军权坐上了皇后之位，但皇上根本不爱你。我要是你，自愧不如，你就让贤了。说得好，月琴终于正面刚了啊！让贤？谁是贤？你？我要是做了，肯定比你做得好。皇上宠幸，爱我和皇上的感情，比你想的还要深。林月琴，你还真是天真，你真以为皇上把你一个寡妇纳入宫中，这就是爱？所以你到底是真爱，还是一把用完就可以扔掉的快刀？大宁堡和莫里，所有势力均对皇室虎视眈眈，我楚家拼尽全力保护三皇子，还请先帝找一个由头将他押入冷宫，又只怕冷宫长是陈寻一公主赵家。听说陈嬷嬷花了10两金，在浣衣诀2所寻了一个洒扫的宫女，不过是奉命而事，怎么到你口中就成救命东西？这福气！不是的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刘嬷嬷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。皇后，你敢动我？皇上的雷霆之怒，你接得住吗？别忘了，你们楚家军还等着国库拨款呢。知道本宫是皇后，本宫是杀不得你，但本宫打不得你吗？林贵人对本宫不用敬礼。旭林，掌嘴。是。没有证据不要紧，既然是假的，迟早会自己露出马脚。等等，信息量有点大呀！月琴当初去冷宫搭救还是皇子皇上，原来不是因为本性善良，而是因为10两金，那跟皇上少年定情的事算什么？皇后这不讲武德，高兴不了多久了。等柳院宫失火，就是皇后被月琴打脸的时候了。柳院宫失火？难道？密切关注柳院宫。是。楚昭月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皇上，这儿时我们也是以孔明灯为信，传递衣物和吃食。告诉庄妃，朕今夜不去她的宫里。是。参见皇上。怎么今日有兴致做天灯了？臣妾惹怒了皇上，您不来，臣妾只能用以前的回忆聊以取暖了。还是懂得服软就好，朕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样子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我不能为你学来的手段吧？都到冷宫了还拿腔拿调，想吃顿恶臭！皇后娘娘，是柳院宫走水了，皇上也在。终于能看到皇后遭殃，看到现在还没起，等的就是现在。走，去看看吧。是。哎呦，快点快点，那边快来快来呀！皇上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
皇上，火已经扑灭，御林卫已经出动，正在宫中捉拿可疑之人。今夜守夜的是谁？奴婢求皇上宽恕，这火是从屋后开始烧的，奴婢一发现就马上传人了。屋后，这岂不是蓄意纵火？是谁要谋害皇上啊？朕看，这火未必是冲着朕来的。朕原本要去庄妃处，是临时起意才来的柳院宫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有人要谋害臣妾。启禀皇上，因宫内宵禁，并无目击证人，但臣在巡营下人房时，此人竟从院外回来，且衣角沾有桐油。桐油？这就对了，更深露重，并不干燥。这火势如此迅猛，必是桐油助燃的呀，皇上。皇后娘，救救奴才，救救奴才啊！你这狗奴才，是哪个狗呢？竟敢污蔑皇后娘娘！奴才，皇后娘娘，你可答应要保奴才一命的呀？奴才才听您调去行此等事的呀！皇后娘娘，臣妾是哪里惹您不高兴了？您说，大不了你罚我跪，发疯，实在不行，赐我一杯毒酒，留妾一个全尸也行啊！皇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臣妾冤枉，证人都在眼前了，你还狡辩，朕差点中招。你不知悔改，连跪都不跪。臣妾不会因为一个奴才随意指控而下跪。你方才说本宫指使你行凶，可有证据？我知道，皇后娘娘，既然不遵守约定，免奴才生路，但求皇上免奴才留条全尸，证据就在奴才身上。皇上，从哪儿来的？昨日春分，皇后娘娘给宫里都赏赐了春汤，奴才的碗底便有这张纸条。皇上明鉴，这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你这狗奴才，简直愚蠢至极，连个署名都没有的纸条，你就敢轻信烧宫吗？皇后娘娘所谓经手，但春汤是娘娘跟前的旭莲姑娘亲自送，万里之耻，只有皇上、皇后才有资格用的云纹宣旨。奴才的老母和弟在京城谋生计，奴才不得不从啊！等等，他这小人得志的迷之微笑怎么回事？难道人证物证全是他安排的？人要这么算计，那和恶毒女配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，区别就是作为恶毒女配的皇后根本就不恶毒啊，甚至还很无辜。看来这些人还不是无可救药，请皇上明鉴，这云纹宣旨不到极其重要的场合，臣妾是不会使用的，而且取之都有先例，不信的话，皇上可以查看。这蠢货，偷普通的纸就算了，怎么还偷这么珍贵的纸？皇后娘娘饶命！林贵人让你来的。娘娘，你冒着性命危险潜入长春宫，就为了偷一张白纸？你个傻子！这后宫之中，自是皇后娘娘为尊，想留小命还不赶快交代！是林贵人让奴婢来的。你拿这个回去交差，出了事，本宫自会保你。谢皇后娘娘。来人，去宜鸾司好好的查一查这云纹宣旨的用处。是。你还不说实话吗？等陈指挥使回来，你就算是说，也不会有人再信。奴才，皇上，臣妾记得您识得皇后娘娘的字迹，不如您好好瞧瞧，免得冤枉了姐姐，不是吗？急死我了！别光笑啊，是不是皇后的字迹？你倒说呀！对呀，对呀，到底是月琴假白莲，还是皇后真绿茶？这对我很重要。你自己好好看看。这字迹和你的一模一样。皇后还有什么好说？这不是臣妾的笔迹。横平竖直，这字只有你一人习得，就算有人仿照，也不可能如此相像。仿照当然不会如此像，这可是我在皇后抄录的经书上一个字一个字描画下来的。皇上，臣妾可以自证清白。旭灵，回长春宫，把本宫用过的字纸全部取过来。是。
皇上请看，臣妾平日都是用进贡的狼毫笔，而这奴才刚才呈上来的，只是普通的羊毫笔所写。皇后娘娘，这毕竟也是后宫之主，要弄到一根普通的毛笔，好像也不是难事啊。这是……说起来惭愧，臣妾幼年时便自有所怠慢，所以便想出在笔尖加以晕针，保持字形。若不是用臣妾的自制笔，恐怕字形难以保持。太刺激了吧！反转再反转，看得我提心吊胆。事已至此，我决定拥护皇后为新的女主，同意的扣一，不同意的扣眼珠子。月琴啊，月琴，我对你很失望啊！充值看到现在的钱能退吗？这些人看我们的故事，居然还花了银子。放心，我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来人，把这狗奴才拖出去，好好的问清楚幕后何人指使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云文宣旨用途已经查明。皇后娘娘，奴才愿意招供。但求皇上给奴才留留全尸，是林贵人指使的。别怕胡言！你这刁奴，刚刚说是皇后娘娘指使，现在又把这脏水泼到我的身上。皇上，这刁奴他怕是得了硬症，应该直接杖毙啊！我去，这书绝对崩坏了吧？传说中的大女主月琴就这么水灵灵的翻车了？别挣扎了，快快加入我们，拥护皇后成为新女主吧！你说，近来长春宫登记的原文宣旨都用于抄写经文。臣去佛堂查验发现，皇后最近供奉的佛经都缺少最后半页。根据佛堂洒扫记录来看，这最近半个月都是郑公公在打扫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奴才知道错了，不敢说谎，这真的是李贵人指使的。他还说这获得皇上同情，便保奴才一命，赔上千金。皇上，臣妾是被冤枉的，臣妾与您情深意重，臣妾怎么能做出谋害您性命的事儿啊？又是这套数字。皇上，这奴才他前后言语相悖，说不定这胡言乱语发疯也不一定啊。你方才说是林贵人指使你做的，是。可有第三人为你作证？林贵人那日是派翠玉找奴才的。奴婢愿意作证，奴婢愿意作证，确实是林贵人派奴婢去中正殿找的郑公公。皇上，臣妾是被冤枉的。贵人，朕那么信任你，你竟敢！皇上，这个贱婢，他一定是收了别人的钱了，谁指使你的？贵人，奴婢实在是不想种下孽根，可夫人看您闯下如此大祸呀！你个贱婢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打死你！皇上，此事应该由我全权处理，不该麻烦您。但这次毕竟是危害到您的性命，林贵人的处置由您全权定夺。但林贵人对朕有案。臣妾知道，这话您已经说过许多次了。王德海，奴才在。这两个狗奴才以下犯上，罪同谋逆，流放伊犁。跪下去！将林贵人打入冷宫。遵旨。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是您的救命恩人。是，与朕有恩，但如今你为了陷害皇后，将朕的生死置于不顾，朕对你太失望了。滚去冷宫，好好的反省反省吧。皇后，半夜3更，你也醒过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皇上，活该！我算看清了，咱庄妃才是明白人。皇后在后宫付出了这么多，皇上完全不领情的。经过这一出，终于能让她反思反思。林贵人，请吧，奴才带您去认认门。不，皇上是在生我气。既然您不乐意，那就别怪奴才们。虽然剧情楼上没事吧？真就默认皇后做女主了？接受度这么高吗？不然呢？林月琴已经自毁人设到这种地步了，
现在又被打入冷宫，也很难翻身了吧？他被打入冷宫，应该不会再对泽宇和安乐造成威胁。看这些人的反应，我真的是做到了改变故事的走向。回长春宫。谁？不是我，找你来是为了让你好好的伺候主子，随时为主子赴死。你居然这么大野心，敢私自跑来勾引三皇子！我不介意换一个人来。月琴，嬷嬷，月琴不是坏人，放过他。三皇子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你可是这凤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杀人了。三皇子饶命啊！是刘嬷嬷她污蔑我对您心怀不轨，她要杀了我，不是她死就是我死。三皇子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三皇子，你放心，没事的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，不会的。不是我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落井下石吗？娘娘事务繁忙，哪有闲心来管你啊？只不过是替皇上来送圣旨罢了。皇上，我就知道皇上最在乎我，是不是要来接我出去的？你吃圣旨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从中作梗，颠倒黑白，告诉皇上的对不对？颠倒黑白那不是你的强项，难道那火不是你放？难道当初不是你刻意骗皇上说你是他救命恩人？难道刘嬷嬷的死不是你刻意而为之吗？陈凤喜，张月说他找人来照顾我，他叫凤喜，是你吧？三皇子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叫林月琴，这名叫凤喜的人，他收了贵人的请柬，就逃出宫去了。临走前听见说什么傻子才冒险，这被人知道了名字是杀头的大罪呀。那你怎么还来呀？奴婢也是过苦日子的人，实在不忍心看你受苦。你是唯一爱我的人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这三皇子居然还在冷宫，难道我真的押错宝了？前面怎么了？哎呦，快跑吧！进宫保护皇子的王氏和梵天碰上了。对不起，王氏来保护皇子了，我的好日子来了。奉令前往仔细搜查。是。皇使，我是在冷宫中负责三皇子起居的丫鬟，请您带我一同离开。好啊，军爷们这就带你好好享受。放开我！那又怎么样？我是隐瞒了受命于先皇后的事实，但我也辛勤地照顾了皇上2年，这些都是真的。凭什么我一天的福都没享到，就被掳出宫门，辗转闭门？丈夫死了才能回宫，就凭你出身比我好，就占尽了我的位置。天哪，月琴确实糊涂。你只是照顾了皇上2年，皇后她爹可是在外小心经营了5年，才能在危难之际从龙护驾，帮助皇上登基。你们还在关心剧情啊？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真的可以吗？毕竟是原定的主角，他要是一个想不开死了，会让整个世界观崩塌吧？不会吧？我刚粉身皇后啊！我不要世界崩塌。看这些人的意思，
恐怕是有主角死亡后整个世界观崩塌的嫌疑，不能让他。娘娘，你还要放过他吗？既然他已身处冷宫当中，就放任他自生自灭，就算给泽宇和安乐积福。楚正月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呀！装什么菩萨？警告！警告！剧情崩坏，严重偏离预设走向，天书系统已启动。谁在说话？出来！出来！不要装神弄鬼！警告！警告！剧情崩坏，严重偏离预设走向，天书系统已启动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我才是主角。什么宗中之女，什么太子，都是我的垫脚石。我才该是母仪天下，冲冠六宫。天书系统检测到主角不甘心数值爆表，开放剧情重置功能选项，主角是否选择重置剧情？如果选择剧情重置，您将直接升任贵妃，而皇后因为纵火之过禁足长春宫。除您本人与 bug 人员之外，所有人员记忆将同步修正。什么 bug？ 公主根本就没有鸟！剧情重置，我选！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！好的，天书系统即将为您进行剧情重置，请注意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再次提醒，只有一次机会，1%、2%、3%，后台加载中，请稍后。祝您得偿所愿，天书系统暂时下线。什么时候能好啊？每秒生死都遗忘。又是这地方，真要去看看他今天还有什么话要说。剧情重置完毕。剧情重置完毕。皇上，都成贵妃了，还来冷宫做什么？是不是又在怀念我们儿时的时候了？走，朕送你回去。我真的成了贵妃，那本书说的都是真的。旭灵，今日太子为何没来长春宫问水？回娘娘，皇上下令让您禁足之后，也不准太子殿下来探望。禁足？啊，虽然柳月宫的火势并不严重，一日便可修复如初，但皇上还是让您禁足1月，这您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柳院宫火灾，不是已经查明真相？那林贵人呢？林贵妃暂时与皇上一同住在乾春宫了，说是柳院宫修好了便搬回去。这您不是也答应了吗？有时候我真是怀疑自己吃菌子吃出幻觉了，是不是有人在强掰剧情啊？我们皇后娘娘那么多努力白费了，怎么突然就禁足了？作者呢？耍我很好玩吗？我改变的剧情又被重新拨乱，回到原来的轨迹，所以林月清还是会针对我，针对我的孩子们。那我将如何面对林月清呢？装作并不知情，还是……太子殿下在下学路上冲撞了林贵妃，林贵妃要对太子施罚呢。什么？皇后娘娘留步，皇上的旨意是禁足1月，您如今出门实在是不合规矩。放肆！本宫是皇后，与皇上同为一体，
用得着你们来知会？可如今他要出去，回头皇上惩治下来，奴才们的命谁来管呢？皇后娘娘既然就是要出去，你们若是执意不让，现在就可以准备身后事了。放心，本宫自会留你们一命。太子还不承认偷本宫珠宝？本宫从未去过您的宫殿，何谈偷窃珠宝？你没偷，那本宫的珠宝为何出现在你的书箱当中？太子，本宫也知道你是为了母亲鸣不平，可你这报复的手段未免也太低劣了些。你偷本宫的财物，这皇上知道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废了你的太子之位？所以你还不承认吗？没做过的事为何要认？纵使请了父皇前来，我也不怕对质。好，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就休要怪我不客气。冬雪在，去叫皇上前来。是。贵妃娘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真敢对本宫动手？有何不敢？这皇后娘娘极度诚信，纵火烧宫，仍被禁足。我身为贵妃娘，叫太子又有何不可？你想走？你要是走，皇上来见不着人，我就说你不服管教。若太子成了瘸子，自然是没用的。他不是在禁足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没被改变？母后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堂堂皇后弄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母后是为了救儿臣才落水的。母后，您别着凉了。啊，这皇上，这事儿怪臣妾，都是臣妾的错。是太子殿下偷了臣妾的珠宝，这才来到御花园找太子殿下对质的。这也是因为他偷的是您送臣妾的进贡珠宝，臣妾才关心则乱吗？什么？偷窃？不是的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您也别冲动。这皇后娘娘刚被禁足，可能……对了，你不说，朕差点忘了。皇后，你不是在禁足吗？怎么出现在这儿啊？你这又是哪一出？臣妾这几日反思了一下自己，所以特此前来寻皇上。但是在路上没行李，刚好遇到太子被林贵妃责罚，臣妾实在是不忍太子落水，所以我才……什么？你说你错了？真是稀奇啊！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你说“错了”这两个字。先起来吧。哎，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未捡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捡的？这是皇上御赐之物。娘娘饶命，奴婢刚刚捡的太多，恐怕是有些眼花。皇后无视禁足，太子偷窃财物，你们母子俩真的让朕刮目相看。父皇明察，儿臣从未去过贵妃娘娘处，不曾偷窃。儿臣也不知为何这些珠宝会在儿臣的书箱中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皇上，是玄鸟，是大吉之兆啊！我们在宫中从不会驱赶玄鸟。训令，我去川涧斗篷，
带上本宫最亮的珠钗笔。母后没事。皇上，玄鸟喜欢太子。皇上明君在世，辅尹太子得玄鸟护佑。皇上明君在世，辅尹太子得玄鸟护佑。都是误会啊，都是误会，是我福泽大宁。是臣妾鲁莽。你也是关心则乱吗？起来吧。事已至此，特赦皇后解除禁足。太子明日开始跟着太傅学习国策。至于贵妃，朕再给你送2箱珠宝，平日用度不必那么仔细。回去吧。起驾！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刚才吓得我愣是不敢出声啊！这林月琴咋像进修了5年宫斗、3年模拟一样，手段都变高明了？剧情还能正常展开吗？疑惑不解，幸好我们皇后更聪明，不然还真悬了。看来后续的发展超过原本的设定，日后我要更加警惕周全。是儿臣太笨了，才会被人算计。若不是有您，儿臣不知道。皇儿，不说这些。母后，安乐手上这包是怎么弄的？娘娘，你怎么连这事都忘记了？这是林贵妃刚进宫不久时，她带来那个小姑子欺负公主，公主被皇上骂了，赌气乱跑，最后摔在假山上留下的伤。我记得明明及时赶到保护了安乐，怎么会敢欺负咱们公主？活该遭了报应，被杖毙。一个被带进宫的下人，竟敢私通侍卫，被皇上给撞见了，连林贵妃都懒得保护。虽然剧情被拨乱回原来的发展，但始终影响不了生死。皇后思考的样子好迷人啊！她一定已经想通了，这是林月琴的主角光环在影响剧情。这时候还能这么冷静，太帅了！从来没见过如此处变不惊的皇后。我将持续支持皇后当女主。果然如此，难道必须要杀了她，才能永绝后患？可万一主角死亡，世界观崩塌。你们说，皇后现在在想什么？不会在想男主吧？姐姐千万别恋爱脑啊！男人只会影响你搞事业的步伐。对呀，男主角也算主角，只留下男主角的话，应该一样可以成长。母后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母后能和你们在一起，当然很开心啊。阿乐也开心。皇后娘娘，庄贵人请来拜见。庄贵人，让她进来。可怜呐，庄贵人也按照原本的世界线走，在打了林月琴一顿之后，被贬为了贵人，一直也没再升上去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金恩。不必多礼，快过来坐吧。儿臣不打扰母后和庄贵人，先退下了。别说庄贵人，自从林月琴来了，再也没有嫔妃升过位分了。警惕职场关系户哦。这两孩子真叫人喜欢啊！是臣妾喜形于色了。无妨，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孩子。我放心，本宫如今已有2个孩子，绝对不是在试探你。说实话，我以前真的不喜欢孩子，可能最近年纪大了，觉得有个孩子也挺好的。左右是要在这宫里待上一辈子了。我帮你。都已经入夏了，朕记得以往夏天也没这么多萤火虫吧？回皇上的话，听说是庄贵人特意捉来一些养的，说是这园子太冷清无趣。庄贵人，这位公子，来盏花灯吧。你这都是什么灯啊？这样式可多了，你看。有兔子灯、8角灯、6角灯，还有这个跑马灯，都见过，没什么意思。他那是什么灯啊？一闪一闪的。嗨，
那盏灯你可买不到。怎么讲？很贵吗？那是皇上庄大人家的小姐，庄小姐从来都是自己抓萤火虫做灯，只此一盏的。你的花灯可以你的卖给我吗？面具可以卖给我吗？走吧，今晚去庄贵人那里看看。是。你慢点。朕以为你不在这厢了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欢迎朕。不是，皇上，您是醒神香膏用完了吧？你果然吃准了，朕会过来找你要香膏。不过皇上，臣妾最近可没有这醒神香膏。怎么还在跟朕闹脾气呢？不是，自从皇上把我位分降了之后，内务府那帮人就说我失宠了，好多香膏都没有了。什么？这帮奴才竟然……唉，人之常情罢了。皇上，您可别太生气了。双儿，你倒是大度，朕明日就叫内务府给你登门道歉。秋风，皇上怎么还没来？到哪了呀？王公公刚才来了口信，说皇上去了庄贵人处，今晚怕是不来了。皇上，听闻您最近常去庄贵人那一处，他身子骨可还健朗？怎么？爱妃可是还记得你们二人的矛盾？不敢，皇上已经下令令我二人和睦相处了。那就好。她呀，从小就是自由自在的大小姐，她也惯了，别跟她一般见识啊！原来是爱上吃野味了。这个山楂水的味道甚好啊！交代御膳房，午后给庄贵人也送上一份。他这几日啊，也想喝酸的。是。这么说，奴婢打听了，庄贵人最近一直不肯让太医去请平安脉，可能是想隐瞒有孕之事。不行，她一个野丫头，凭什么比我先怀上龙种？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是。娘娘，庄贵人出事了。我靠，这回林月清是真的开大了，只因为怀疑庄贵人怀孕就直接下死手啊！怕了怕了，皇后娘娘，我叫拥护您铲除毒妇。是什么毒？说，支支吾吾，看来是没救了。你别这样说。回娘娘，庄贵人这是食物中毒之状，已经回天乏术。食物中毒。庄贵人今日都吃了什么？除了午饭，就只吃了皇上派御膳房送来的山楂甜水和娘娘您送来的参茸汤。这便是了，山楂与参茸乃是极冲之物啊！御膳房难道没有提醒？你胡说！本宫今天根本没有令人送过汤，除非这汤根本不是御膳房做的。娘娘，午后林贵妃叫人过来送过汤，奴婢自作主张给回绝了，没想到
没想到黎贵妃转头就将这汤送到专柜人这儿了。行了，哭得我头疼，你们都出去吧。皇后娘娘陪我说说话可好？其实我早就想到了，会有这么一天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把你卷进来的，是我害了你。我没想到他会下此毒手，我原本只是想……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如今依然是不喜欢孩子的。这个皇宫，我早就待够了。你要是有个银花店，一定美艳京城。你好漂亮，你为何要戴面纱啊？我平日没有见过你，你是哪家的小姐？被呵护的如此好。我姓楚。不想说没关系的。你要是有个银花店，一定艳绝京城。你等我，我给你找一个。你的面具可以卖给我吗？入宫前，父亲是皇上，我不敢逃。可后来看见你受苦，我舍不得走。不过如今这般离开，也算是有一点用吧。皇后娘娘真的在妆容上加了花钿，我有点磕了。女孩子们的感情太好了。我建议皇后娘娘登基，专贵人复活封后。是林贵妃给庄贵人送的参茸汤致宠妃丧命，按规矩，林贵妃理应降位受罚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这本来是要送给皇后娘娘的，皇后娘娘不要，臣妾这才……山楂甜水分明是你的丫鬟吩咐于膳房去做的，你怎会不知庄贵人处不可再用参茸汤？依本宫看，你分明是蓄意谋害。好了，皇后，你不要太咄咄逼人了。我咄咄逼人？皇上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现在死去的是半家近10载的人，你内心毫无波澜。皇上，臣妾算是听明白了，皇后娘娘是想让我给她赔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赔好了。雨欣，
太医，太医呢？说，贵妃身体如何？恭喜皇上，林贵妃有喜了。贵妃，有喜了，有了我们的孩子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朕送你回去。来，皇后，你也听见了，朕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妃子，不能再失去一个孩子。最是无请帝王家，若有瑕疵，我们都别来了。娘娘，给庄老先生的信和信物都已经送到了，不过抚恤财物，庄老先生坚决不收，又让旭林带了回来。明儿起，就说我病了，在藩邦朝贡前都不见客。可是娘娘，这样会不会让林夫人觉得我们真的怕了她呀？那不正好？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张狂。人一旦狂妄，就如同盲人骑瞎马，自以为前路顺遂，实则危机四伏。警惕之心也会随着狂妄的迷雾中消失殆尽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免礼，此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今年你们部族的收成一般啊，连刀剑兵器都算作岁贡了。皇上，您有所不知，今年我们部落增进了冶炼技术，所炼兵器无论是硬度还是韧性上，都远超从前，特来送给您鉴赏一番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我们大宁在武器方面，连你们藩邦部落都比不上？皇上多虑了，我们王子并不是那个意思。只是听说大宁精兵强将不计其数，送来武器也是锦上添花，顺便也想瞻仰一番大国精锐的风采。说得好听，其实就是借机打探军事实力。王子过奖，我朝武器精炼，无暇为了满足您的好奇心而调配。若是王子实在不甘心的话，皇儿，儿臣在。上钩。儿臣愿意为大宁一展风采。最近的功课做得不错呀，不过骑射也不能落下。过些时日，藩邦要进来，进岁贡了，到时候需要你展示展示，别给我们大宁丢人呢。是，父皇。皇上，太子一向省心，皇上您就不要太苛刻了。爱妃来了，见过皇上。臣妾听闻藩邦要来朝贡，臣妾特意为太子寻来了著名的铸剑师钱大人的得意之作。爱妃太有心了，太子还不谢过贵妃娘娘？多谢贵妃娘娘。他怎么没事？没想到太子小小年纪却有如此风采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太子好武力呀！不过这臣妾送给太子的名剑，为何太子不用啊？难不成是嫌弃？哦，那不是贵妃所赐的钱大师名剑吗？没错，这把剑只是武器库中最普通的一把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觉得我部族不配见识名剑不成？王子多虑了，既然是王子想要见识我朝的武力，自然我们不应当拿名剑，而是万物皆可为兵器。好啊，如今也见识过武艺了，也该让我们见见大宁名剑了吧？就是，皇上刚刚还不满我部族进献的武器兵刃，不如让我们看看大宁的名气之剑。有何不可？
既然要见明鉴，不如咱们就比试比试。哼，一朝太子要是断剑败阵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当太子？这皇后和太子之位，我早晚都要夺回来。皇上，不如您亲自上阵。朕堂堂一个君主，跟藩邦太子比试，这不是自相身家吗？皇上此言差矣。林贵妃既然奉上了名师铸剑，那自然皇上是不会输的。这也是弘扬我国国威的大好时机，难不成是皇上不信任林贵妃？也好，那就让朕跟你们比试一番。皇上，您乃万金之躯，不可轻易冒险啊！怎么，林贵妃是觉得太子可以涉险？我不是与林贵妃开个玩笑而已，不必当真。各部藩邦都向我朝进贡，皇上又怎么会输？就是贵妃娘娘猜疑心未免太重了。皇上，哎，不对劲儿啊！林月琴这么费劲阻拦，难道是剑有问题？来吧！拦不住了，坐等翻车。既是比试，不如我们加点赌注如何？好，朕就好奇，你们小小部族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赌注？本王子还有个妹妹，今年刚刚成年，青春貌美，宛若天山雪莲。若是皇上赢了比试，我可以做主把她嫁给中原。王子啊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够响呀！你们一个藩族公主能嫁到我们中原来，那是天大的福气。怎么说的，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太妃莫急，朕的宫中已然充盈，不便再接新人。不如这样，若是你们输了，明年的岁贡翻倍。1年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改成3年。若是我赢了，皇上从今年起免我部族3年岁贡；若是我输了，接下来3年我部族岁贡翻倍。好。承让了，皇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日的比试就到此为止，请王子和各位使臣先行去休息吧。那臣先告退了，岁贡也一并带回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铸剑大师钱大师的名作吗？怎么会连藩邦弹丸部族都打不过？臣妾不知道啊，臣妾自从这剑得来就好好放着，在昨日交给了太子，应当不会有人能做手脚啊。皇上，臣妾听闻钱大师早在10年前就已不再铸剑，若林贵妃这剑拿回来便好好放着，那便与废铁无差别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剑明明……怎么？林贵妃是想说这剑是新铸的，那必是赝品无疑了。皇上，臣妾也是被人骗了。好了，起来吧。皇上，今日因林贵妃的失职，导致皇上丢了面子，还损失了3年的岁贡。依臣妾看来，林贵妃实在是该罚。漂亮，乘胜追击。林月琴这种恶毒人设，不能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。没错，我记得损失岁贡这段好像原本就是大纲里有的，原来就是林月琴自己作的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如果这样的皇上还是不肯罚他的话，那我只能说渣男贱女天长地久吧。皇上，妾虽然是受害者，但的确让皇上丢了面子，是妾有罪，臣妾愿意自请禁足。嚯，3年岁贡啊！这对未来的洪涝灾害来说是多大的损失！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原设定的情节好像都发生了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所以这个事件还是按照画本子的规则运行，不过事件结果会根据我们的选择有所差异。既然如此，我先别逼得太紧，以免狗急跳墙，不能再让泽宇和安乐受到伤害。行了行了，林贵妃也知错了，这事儿无需再提，都回去吧。皇上，臣妾也是为您着想，毕竟3年的岁贡不是件小事。皇上，
娘自从藩邦离开后，这宫里的菜色是一日不如一日了，委屈娘娘了。今年雨多，收成不好，税收也不足，皇上又输了今年的朝贡，国库定然空虚。我们在饮食上能省则省吧，你也坐下，一起吃。娘娘，怎可？奴婢卑贱之事，怎敢与娘娘同席？本宫说可以，便可以。是。这就是他们说的人人平等，天下大同吧。我靠！皇后竟然跟婢女同席，过去我对她的生意太大了，她才是真正的心怀大众，平等待人呐。哎，如果她一直活着，或许真能将大宁建设成繁荣昌盛的样子。可惜这么好的皇后，最后要死于林月琴之手，我真是要给作者寄刀片了。死，沈固有意思，可我绝对不会死在林月琴手上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不相信命运始终优待林月琴，能给她一次又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薛灵，庄老先生可有回信？庄老先生全凭娘娘吩咐，已经按照娘娘的吩咐，将一应供给全部送到了司库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已占其一，这一次我赢定了。混账！国库的银子怎么会只有这么点儿？连给爱妃办个像样的生辰礼都不行啊！是不是你们这些庸才全贪墨了？皇上明鉴，微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无贪墨之事啊！实在是今年雨水太大，许多地方遭了灾，无力交税。如今又遇雨季，恳请皇上拨款加固堤坝，以免灾害泛滥。钱！你们只知道跟朕要钱！我去你的！跟朕要钱？朕跟谁要去？年年加固堤坝，就算今年不加固又能如何？啊！皇上，莫要生气，国事要紧。妾的生日可以不过，只要不让皇上为难，妾受点委屈没事的。你们看看，都没有爱妃一句女流大气。爱妃，朕在前半生欠你太多了，如今你还怀着朕的孩子，朕怎么可以委屈你呢？传朕旨意，收集南海夜明珠、东江珠宝、北域天石，给我爱妃制造黄金头面，还有国库的黄金尽数取出，给爱妃制造丈高黄金像，保佑我爱妃容颜永驻，福寿绵长。真的，皇上，臣妾谢皇上恩典。哎，平身。哇塞！一开始以为这个皇上只是渣男，没想到还这么昏庸啊！都是渣男了，当个昏君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俩人不顾民生，不顾灾情，昏君配祸水，怎么配当男女主的？就凭主角光环吗？可不就是主角光环？因为是主角，所以可以随意辜负真心，不付出任何代价。而这次，你们辜负的是整个大宁的百姓，泱泱大众，就算是天道，也不能违背万民的意志。林月琴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皇后，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臣妾听闻灾情严重，堤坝加固的费用一直没有着落，臣妾特命人开司库，将自己的嫁妆一并拿出，预防灾情。如此甚好啊！娘娘大义，微臣代黎民百姓叩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好了，没别的事儿，就下去吧。是。皇后，还好有你，解了朕的燃眉之急呀。皇上，臣妾与您夫妻一体，自当为皇上分忧。皇上，这皇后娘娘嫁妆可真丰厚。既然这堤坝的事儿不用您操心了，那臣妾的生日宴，皇上，臣妾想要热热闹闹的。好，你放心。皇后啊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这些大臣们对月琴有反对之声，但是月琴也怀着朕的孩子，这也不能委屈了她。不如这样，她的生辰宴在长春宫举办，如何？对外宣称皇后要为国祈福。这是什么品种的渣男呢？为林月琴过生日，却把铺张浪费的锅扣到皇后头上。好啊，皇上既然如此交代，那容臣妾准备准备。既然想来，那我就好好的给他林月琴办一场宴会。毕竟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。
听说这个舞蹈编排是皇后的意思？臣妾献丑。皇后，你有心了。皇上，这比剑比划来比划去的，也就那样。臣妾想让生日宴热热闹闹的，眼下就这些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娘娘觉得臣妾见不得人，故意而为之呢。哎，林贵妃怕是误解本宫了。这宴会本就是以本宫祈福的名义而办，若是大肆张扬，请了群臣家眷，和宫嫔妃，岂不是露馅了？皇后有心了。可这如此冷清，不够尽兴。不如皇上、娘娘，我给你们表演个节目可好？哦，好啊。那臣妾表演个投壶吧，还希望娘娘配合。好啊。林月琴疯了吧？竟敢挑衅皇后！嘿，他这是在报当初宴会上皇后把他当靶子的仇。林贵妃，请问。林贵妃提出，不如我们就在室内玩，距离近，也能增加准头。楚昭月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去死吧！什么东西？我准没些事儿，该怕鬼敲门。林月琴害死庄妃，现在要被吓破胆了吧？楚昭月，你把牌位放这屋里，你故意的！你这皇后，你知不知道在宫中私设牌位是大不敬，你可知罪？月琴，皇上，他当着您面打我，您可让为我做主啊！楚昭月，今日是月琴的生辰啊！宫妃顶撞皇后，直呼大名，是大不敬。本宫打了她一下，又如何？月琴也是情急，你在宫中私设牌位，这庄妃刚离世，这月琴也是吓到了。皇上，你以为仅凭本宫的嫁妆就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？是庄妃父亲奉献出半数家业，您别忘了，庄家可是天下第一富省。本宫念着这份情，缅怀几位，又如何？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不如你找一个稳妥些的地方，省得被人打扰。皇上，好了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你腹中的孩儿不宜操劳，朕送你回去。起驾！徐离，去安排那些舞剑的舞女，在我宫中驻下。是。我怎么感觉那些舞女不是一般的舞女呢？你不是一个人，感觉更像是女兵。林月琴，我要感谢你，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，安排楚家女将入宫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本宫以正其二，这铁该变。皇上，爱妃，爱妃，你这是怎么穿皇后的衣服？臣妾特地让浣衣局送来的，皇上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？怀着孕还敢来宫皇，那皇上可要小心一点。皇上，不好了，皇上，地霸绝地，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什么？说是洪水泛滥，死伤无数，得票千里。灾民们都说林贵妃扰乱后宫而招来的天谴。现在大批的灾民正朝这边来呢，说是要抓住妖妃清君侧呀，皇上。什么？皇上，灾民大军已经快到京城城下了，现下城内也已经开始乱了，纷纷担心流民闯入。皇上，御用造像坊传来消息，听闻林贵人要打造丈高纯金人像，
纷纷聚集在攻势现场，工人们现在不敢动工，恐出祸事啊！不过是一群灾民，敢对朕指手画脚，他们是找死吗？皇上，为今之计，恐怕只有调回楚家军了。楚家军远在边外，如今这些灾民在围城，他们都来不及的。哎呀，皇上，这些灾民不过就是些普通百姓，宫中御林军定能抵抗些时日，足够您将楚家军调回来了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去做。传朕旨意，让楚家军立刻回归，一到城门口无需汇报，将这些围城的灾民全部斩杀。是。娘娘，是。娘娘，事已成。王公公放心，这是我的腰牌，你拿着，我楚家军定会保护你，安全无虞。如此，多谢娘娘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皇后也太有谋算了吧！王公公竟然变成了他的人。希望皇后一定要小心林月琴送的饮食啊！当初大结局，林月琴就是先给皇后下了药，将皇后和太子公主一起斩杀在御花园。希望这次能躲过这一劫。祈祷，祈祷，祈祷！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已占全。林月琴，不管你是什么所谓的主角，我都绝不会让你有机会伤害我一双儿女。天道也好，命运也罢，休想决定我的人生。娘娘，如今楚家军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归京，我们是否安排楚家女将扫平宫内障碍？不急，现在该急的是别人了。去把太子和公主带过来。是。楚家军要回来了，他们一旦回京，我岂不是更动不了楚昭月那个贱人？书中明明说了，我才是四海进来的皇后，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要诛杀我？等楚将军回京，灭了那些灾民，我再治他个屠杀百姓、意图谋反的大罪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看谁还威胁得了我。等等，参见贵妃娘娘。看看这皇后，平时吃的也不怎么样嘛。楚昭月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我怎么会浑身无力？色月，快醒醒！色月，没用的，你中了我的迷药，根本没有反抗之力。乖乖受死，我还能让你少受点罪。色月，醒醒！色月，安乐，快走，快走！楚昭月，你是逃不掉的，你没发现吗？整个长春宫一个人都没有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才是主角，整个世界都是围着我转。只要我想做到的事情，就没有不成功的。你认命吧。如果我不认呢？好啊，那我就来好好告诉你，什么是主角和配角的区别，什么叫做徒劳无功。你既身为主角，你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倾斜，难道不应该更加警醒自身，肩负起责任吗？问得好，林月琴三观不正，换本书早死了800遍了。既然整个世界都是围着我转的，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？明明只是个炮灰，却总是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，让我恶心。去死吧你！
不要吃。你能看见异世界发源，你也知道这是一次画板。没错，我现如今只是为了配合你演完这出戏，我只是为了将剧情走完。我的天，所以说我们讨论剧情也是侧面帮了皇后吗？突然骄傲了，怎么回事？但是，一想到说皇后娘娘坏话也被看到了，就究极社死瞬间呢。没有我，这世界会崩塌的！你们都得给我陪葬！你们不怕吗？你还真是蠢，你到现在还没有发现，剧情只要发生，不管有没有按照既定结果走下去，只要发生就算结束。也就是说，如今剧情已经走完了，也结局了。你的生死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，无足轻重。你胡说！我是主角，我才是主角！没了我，这世界都会没了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骗我！其实，你也没必要这么担心这个世界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你，还有另外一个主角？就是你的男主角，我们大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做了另一手准备。皇上，周子。孩子们，我们做到了。娘娘，楚家军已经顺利入境，控制各处。走吧，去见见我们那个恋爱的男主。我不是让月琴来的吗？你来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给你讲个故事，说前朝有位皇子，母亲早逝，在众多皇子中人微言轻，但是他却有一位将门出身的青梅竹马。青梅举全族之力托举他，6子夺嫡。为了保护他，青梅还请父亲奉劝孙婆，让他先将皇子押入冷宫。青梅还担心皇子会在冷宫中受委屈，又偷偷买通宫内的嬷嬷和宫女，一并照顾。年少的皇子曾说，此生绝不享福。经年过去，却纵入一个寡妇，忤逆犯上，妄图将他拉下凤位，取而代之。放肆！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我便是放肆又如何？你野蛮心香，姓林月琴那个满口胡言的贱人，明明是拿我楚家的钱办事，却说是他自己心生，看不得你这皇子落魄受苦，再借你之手，害死嬷嬷这唯一的人证，好成就你真心相爱的证据。等你这蠢货上位了，自然满眼都是林月琴这贱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月琴骗了朕？这绝对不可能，是你们楚家丝毫不把朕放在眼里，一方把持朝政，一方把持后宫。朕无论堂前殿后，都活在你们楚家的阴影里，好似一个提线木偶啊！只有月琴一心一意，对朕不求回报。是你在撒谎，是你滚！一个小小宫女，能绕开重重守卫，为你取得100年学生，为你入药补身。你既然活在梦里，我没有必要叫醒你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来，不是来奚落你，我是要告诉你，吾儿即将登基为皇，你以后就在你的宫殿，好好当你的太少皇。楚昭月，要谋反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胆大包天的毒妇给我抓起来！
来人呢？来人呢？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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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是不是忘了，当时可是你亲自下令，命令楚家军回京。如今这宫内都是我楚家军的部属。这怎么可能？朕昨日才下旨，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，这不可能。自然是我提前通知父亲，率先赶回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水患，庄老先生等人第一时间就阻止了水患的发生。至于围城那些灾民，都是楚家军假扮的。楚昭月，你早就想好夺位了是不是？啊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就算你有矫诏，你有朕的私印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夺位的。你从小就喜欢飘，今日你还在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当初助你夺嫡，我楚家全族举兵伐你，战后楚家儿郎十不存一，我骗你兵不血刃，夺嫡顺利，你又设计害我父兄，出使范邦遭遇袭击，重伤垂死，我还在骗你，一切顺利，叫你不必太过担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骗你了，也永远不会再被你骗了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你既和林月琴真心相爱，我日后便把她埋在你这后院当中，往后你们就可以日夜相伴。不可能！楚昭月！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护我周全，为什么不来救我？不是我杀的你，你走，滚！我将化身尖叫鸡，这是什么精彩对弈啊！我都不敢自视。宫仪楼上，皇后太帅了呀！你是女人中的女人，雌性中的雌性，就不能以皇后为主角，写一本大女主吗？我全定。不管主角配角，活出自己就是大女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皇太子立则宇，仁德昭昭，英明神武，身负众望，堪当大任。此特颁诏，即皇帝位已成天序，以安社稷，钦此。秦若康听说这个皇帝是个事业体，以前搞事业冷落女主，最后追妻火葬场将国家送给女主。现在女主应该在浣衣局里洗衣服呢吧？我的女儿啊，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这宫里最尊贵的人。肌肉女帝王 VS 清纯小花，这个 CP 我磕了。这就是母后所说的弹幕。来人，将浣衣局的宫女全部放出宫去，重新换一批。遵旨。什么情况？女主被送出宫，岂不是没机会和男主相遇了？开局天崩啊！我的帝国由我来守护，这天下在朕的手里，必定繁荣昌盛。我不允许任何人随意糟蹋什么主角配角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